中東局勢正在快速的升高，我們來看到美國對伊朗又加重打擊了。先來看到美軍中央司令部就證實了，連續7天對於伊朗來展開空襲。那麼德黑蘭也放話啊，如果這個美軍持續的攻擊的話，將會展開更大規模的報復。荷姆茲海峽也傳出有2艘的油輪是爆炸的起火了。好，那麼美軍攻擊連續7天空襲了伊朗的境內目標，伊朗的中部的多處啊都遭遇到空襲了，而南部地方多個省份也遭到空襲。另外呢，伊朗更是指控了美軍他們攻擊的是橋梁、鐵路還有其他的民用設施。我們來換句話說呢，其實美軍他攻擊的不是只有這個軍事系統，而是民生的設施了。換句話說呢，他要攻擊的是影響伊朗的後勤運輸能力，因為啊，像是這個橋梁啊、鐵路，就是國家調動兵力還有補給武器的重要命脈。那麼，如果這些運輸系統遭到破壞的話，那麼再多的飛彈、再多的這個部隊啊，也都是無法部署的。另外呢，我們來看到伊朗的革命衛隊就宣稱了，他們已經攻擊了巴林美軍的無人機存放設施，同時呢，還針對了像是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還有約旦，以及呢，這個敘利亞的境內相關的美軍相關的目標都是他們的攻擊。那麼這些我們可以看出來，伊朗正在把戰場啊從本土移到整個波斯灣了。另外呢，我們來看到美伊衝突也持續的影響到周邊啊，這個科威特政府就表示了，境內有一座的發電廠，還有這個供水設施都是遭遇到了攻擊。那麼部分的發電機組是受損，並且引發了火勢，而當局也已經呼籲說，民眾要節約用電了。那麼由於波斯灣都是高度的依賴海水淡化廠的供應民生的用水，那麼這些設施如果被攻擊的話，可能就會在數天之內啊，對於這些地方的人民造成人道上的損失以及經濟的後果。我們來問一下介大使嘍。那麼現在啊，其實美國攻擊這些地方，它真正的目標是要逼伊朗回到談判桌嗎？原則上應該是，因為美國也沒有真正想要捲入一場永無止境的大戰，而且不斷升高的戰爭。所以到目前為止的話，這些攻擊的目標雖然說伊朗已經說你已經打到關鍵民生基礎設施了，你打這些橋梁，你去打這些有關民生的基礎設施了，那可能就是它打擊範圍已經擴大了，可是並沒有大量傷亡的傳出來。那所以這些打擊的目標跟打擊的範圍來講，還是在一個可控的，還是為達成一個政治目標所採取的軍事手段，所以並沒有失控的情況。不過整個來看的話，這場美伊之間停火6月中旬簽的這個停火協議，在當時我們的這個看法就是它是一個非常脆弱的一個停火協議。而且那個停火協議也不會就60天而已，那可是問題它只維持了20幾天就破局了。那這裡面的原因呢，你要怪誰？那很難說，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說，還是衝突點已經不是什麼伊朗擁有核武，或者說伊朗什麼這個政權如何這個不講人權，不是這個問題了。這個衝突的原因就是在荷姆斯海峽現在已經開放了。可是船只呢？通過的船只是要按照伊朗所指定的航道呢，還是美國所希望其他船只所走的航道？因為本來伊朗就說，你走荷姆斯海峽，你就要靠我這邊走，因為荷美斯海峽也蠻寬的，靠阿曼這邊你就不要走那邊，我劃定一個航道，你不走這個航道的話，我就攻擊你。所以，可是美國又跟很多這些船東講說，你們不要走伊朗指定航道，你要走靠近阿曼的航道。所以就造成了有些船只就想試試看，就走美國人的走的航道，一走了以後，就是不是觸水雷，就是被伊朗的無人機攻擊。那美國就覺得很火大，當然也不是攻擊美軍啦，就是攻擊這些通過荷姆斯海峽的這些商船或者油輪。那美國就立即對伊朗開始進行軍事攻擊。那伊朗的政策基本上從開戰到現在就是等比報復，你打我，我就打你在海灣國家的這些美軍基地，所以大概就這樣子，慢慢的有一點螺旋上升的情況啦。那不過有的時候川普講話是比較情緒化，他說：“哎呀，現在這個停火協議已經
完全已經沒有了。然後我要把它，當然沒有說要把它炸回石器時代，說他們還要小心，我還要好好修理他們，而且我已經要把那個波斯灣的7個島，可能還要派軍隊上去了，就是講的話是威脅性還有侮辱性極強了。那不過一般的西方的分析家就說，伊朗是在保家衛國，他是保衛自己的國土啊。那他的戰鬥決心，尤其現在新一代的領導人，尤其現在的這個最高領導人，他的父親就是被美國的斬首的這種暗殺的啊。那他這個戰鬥意志是很強的。你這種方式，如果不是提升戰爭的打擊程度、力度，或者說目標的話，那伊朗的這個反擊力量是絕對可以預期，是絕對不會屈服的。那最後屈服的可能還是要看川普先生的。那現在的問題就變成這個國際油價現在快速上漲，如果漲到1桶100美元的話，那可能川普又要他口了，因為這個就變成就是說問題不在戰場上了，就變成他的內政上的問題了。11月要選中期選舉，如果油價高居不上的話，那對川普的選舉是不太好的。不過另外一方面，美國這2天的股票也不太好啊，那不曉得是不是跟 Kimi K3 有關，可是總是這些不利的因素啊，對川普選情不利的因素，那也很可能會造成川普在這個伊朗的這個戰爭上啊，他可能會採取一個比較保守的作風吧。好，我們謝謝謝大使。那我們再來看到，其實美伊衝突啊，它最大症結點不在伊朗的本土。在哪裡呢？我們來看到，其實是在荷姆茲海峽了。因為呢，這個近期市場上最大的恐慌就是這個衝突會不會擴大到能源上的運輸呢？那麼如果這個油輪啊，如果在相關的海域發生事故的話，可能就會影響到能源的價格。另外呢，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就指出了，2艘油輪在荷姆茲海峽一處這個布雷區啊爆炸起火了，不過呢被美軍給否認。另外呢，美伊衝突升高，紅海可能又會被封鎖了。那麼布蘭特原油還有中質原油都是雙雙創下了6月中旬以來的這個高收盤價了。好，我們這一題要來問一下這個委員了。這個美伊衝突啊僵持不下，那麼他們最大症結點就是荷姆茲海峽，為什麼他們都想要去搶這個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對伊朗來講哈，他現在的戰略籌碼並不大。他以前你想想看，在這個中東很多的地方，他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你不講什麼，加薩走廊，哈馬斯是他扶植出來的，然後在這個黎巴嫩，真主黨是他扶植出來的。他甚至有軍隊進入這個敘利亞去作戰，這些現在幾乎說黎巴嫩的真主黨還存在，可是也是岌岌可危。哈馬斯沒有了，他在這個敘利亞力量被趕出來了，所以然後他就想到說發展核武，對不對？可是發展核武發展了這麼久，要成功真的不容易啦。那這樣的就只剩下荷姆茲海峽，啊，對不對？我只要發射無人機，我只要發射這個飛彈，啊，我就可以控制這個海峽的流量，啊，所以對他來講，他絕對不能放棄。那對美國來講，我這麼重要一個荷姆茲海峽，1/5的全世界的1/5的這個天然氣、石油的運輸量，就是要經過這個荷姆茲海峽。那現在讓你伊朗一個人去掌控，一個國家去掌控，而且未來你可能要收費，每一條船你都要收費用。那這樣子的話，我美國在中東未來影響力就會越來越弱，而不是越來越強啊。所以美國絕對不會允許他這樣子的做。所以現在戰爭就變得非常 ugly， 這個戰爭就這越走越難看啊！你炸我就炸周圍的其他國家，好，那美國就炸你的民生設施，這個都是不應該的。坦白講，都是這個叫做這個怎麼講？壯者不欲為了哦。這已經沒有所謂的戰爭也要守規矩，這已經沒有戰爭的規矩，沒有遊戲的規矩可言了。可這個戰爭就是變得現在有點失控，但是我覺得美國也不敢再繼續打下去。很重要一件事，你這個衝突再擴大的話，那請問你油價現在是昨天布蘭特是88塊錢一桶，西德州的中級原油是82塊。你如果真的到100塊的話，
物價馬上就高升起來。期中選舉快到了呢，而且你知道上一次的衝突啊，美軍當時說死亡7個人，所以這幾天透露出來，一共死了14個人，有些可能重傷在醫院，後來死掉了。14個人，如果你這個戰爭在變得越來越 ugly， 越來越醜陋，這樣打下去，美軍的死傷人數會出現，而且會增加。那這樣子的話，你怎麼選舉？美國人就會想到就是越戰，又來了一個越戰，又來了另外一個阿富汗的戰爭。對美國人民眾來講，他沒有辦法接受。好，我們謝謝委員哦。再來看到了，其實呢，這個美伊衝突是持續的升高。我們來看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啊，危機是否會演變成更大規模的地緣政治的競逐呢？那麼中東長期以來啊，不只是能源產地，更是連接了歐亞非的戰略通道。誰可以影響到中東，就等於可以影響到全球的能源供應，還有航運安全，以及呢國際秩序的走向。那麼伊朗可能會轉向更為激進代理人戰爭的模式嗎？我們來問一下尚志哥哦。針對呢這一場美伊對峙，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兩國的衝突，但是其實更深層的原因好像是中東的這個權力秩序正在重組當中。是的，我們首先看這一波的美伊衝突哈，不得不說這一次其實美國的主導性要更高哦。為什麼這樣講？這連續7天對伊朗的攻擊，基本上每次都在派遣了超過100架以上的部分的這個軍機哈，而且它整個是很有策略的。舉個例子，在昨天的部分，我們錄影的部分的前一天的這個昨天的美國的攻擊當中，它是沿着從哈爾克島波灣當中大概1700公里。轟炸了13個伊朗的大大小小的港口，而且這裡頭在港口邊上的這個煉油廠也都把它炸掉。所以呢，跟先前去攻擊伊朗的北邊的，包括像德黑蘭其他部分城市不一樣。所以它這種集中性，如同前面包括老師所提到的，更集中在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所以呢，而且最近其實美國還包括一些新的軍力集結哦，美國包括從日本、韓國跟美國本土對於各類的轟炸機也開始集結，包括有大概17000人最新的部分的所謂的包括的這個空降部隊哈，那麼也都開始在集結。未來很可能在近期之內到月底之前，在整個波灣地區的話，會超過美軍有7萬人集中在這裡。所以看得出來，美國是不是要系統性要真的打地面戰，不知道，但是還繼續在集結兵力這件事情並沒有胡來。那當然，其實像我們看到伊朗在這個回擊方面，基本上還是你打我，然後我還是有一個概念的回擊你，但是沒有像過去那麼樣的強烈。但是伊朗也不是沒有想法，現在攻擊美國基地，然後剛剛講這個飛機的，還有各類的存放設施，還打擊了這個皇冠大飯店，這個基本上是高級軍官會住的地方，攻擊一些美軍的宿舍。所以現在也開始對於美軍的人命，伊朗也沒有這個鬆手哈，只是說它的動力不大。剛剛講對於中東影響所及，最近其實受到矚目，還包括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大家的攻擊，還有我們都知道沙特找了巴基斯坦來做保鏢，然後也找了埃及來做保鏢。那麼大家是不是在整個空戰上當中，巴基斯坦你也要做些事情啊？因為知道最近胡塞組織把沙特買的這個中國大陸的翼龍無人機打掉好幾架，所以這裡頭其實有把剛剛講巴基斯坦、埃及、中東波灣地區，還有甚至包括中國大陸的武器，這是一鍋粥，就在最近這幾天之內，大家卡來卡去，所以使得這裡頭究竟會不會戰爭擴大，還是大家都還是比較謹慎？像剛剛巴基斯坦雖然去做保鏢，可是他不願意打空戰。所以這裡頭不只是美伊哦，在這一波的波灣戰爭當中，出現了一些期待影響所及的政治軍事的這個新的變數，值得觀察。那麼我們再來問一下啊，我們要問一下，這個美國在中東長期建立的影響力有沒有可能會受到挑戰？我認為現在其實在美國方面是這樣子，大家在關注的就是美國會不會真正的認真一點往下打？因為其實大家推論，隨着期中選舉，隨着全世界的能源資本市場受到波動影響，總覺得川普在這方面其實處處受制。可是我就說，大家注意觀察這幾天，就是這幾個禮拜，剛剛我提到了美軍新的集結，包括還有新的動能進去，包括武器的捐輸。當然，美國現在其實已經開始要把整個所謂的印太地區的庫存都在調動了，仍然顯示他們在整個軍事彈藥當中不可能無止境的打下去。那看起來最近其實川普還是就是火氣大，有各種的批判。大家現在關注的就在於先前的這個停火協定是不是真的作廢？
現在看起來的部分是真正有點打起來，然後特別是在伊朗當中，穆斯塔巴就是說作廢了哈，在伊朗內部是這樣講。然而，這是对伊朗自己本身的放話，實質這個談判難道就真的不做了嗎？但是你又看到現在集中的東西又不是全面的像伊朗的戰爭，而還是集中在荷姆茲海峽。現在美國對於奪取荷姆茲海峽看起來是有想法，而且有具體的動作跟戰略。那這個部分的話，如果美國繼續集中下去，因為概念是伊朗只要失去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力，看起來在伊朗的大戰略上當中，大概就會被斬掉，可能一個這最核心的部分了。看起來这是美軍現在在思考跟集中專注在攻擊的這一點。謝謝尚志哥，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還有更精彩的解析。